大家好，我是李新全，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些真正有用的好东西。就最近总有观众问我说，你为什么总是讨论哲学、意识、命运、灵性这些不怎么受广泛观众喜欢的内容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应该怎么回答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，分享给你们啊。就说传说世间万物皆可修炼成仙，那猫也不例外。说每修炼20年，猫就会长出一条尾巴。那当猫拥有9条尾巴时，便可功德圆满，就连天上的神仙都要敬让3分。但第9条尾巴却极难修炼。当猫长到第8条尾巴时，会得到一个提示，帮助它的主人实现一个愿望。心愿完成后，猫会长出一条新的尾巴，但同时也会脱落一条旧的尾巴，依然是8尾。如此循环，似乎永远无法达到9尾之境。这不是哪儿的那个啊。说有一只猫修炼了数百年，帮助了无数人实现愿望，然而依旧是8尾。他向神明抱怨说，这样下去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呀？神明只是笑而不答，猫也只好继续修炼。一天，他在暴雨中返回村庄，遇见一位被狼群围攻的少年，凭借法力他轻松地赶走了狼群，救下了少年。后来发现少年竟是他第一位主人的后代，那按照规矩他需要帮助少年实现一个愿望，然后继续他的循环。少年欣喜若狂，9尾猫的传说在当地流传已久，而他竟然成为了8尾猫的主人，还有一个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机会。8尾猫就问他，你的心愿是什么？少年一时语塞，竟回答不出来。于是8尾猫化作一只普通的猫咪，跟随少年回了他家。几天相处下来，少年发现8尾猫的眼神中除了看透世事的淡然，还有一丝悲哀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得知了猫陷入循环的秘密，心中对这只神通广大的猫产生了怜悯。终有一天，8尾猫呆得不耐烦了，便问少年，你到底有什么愿望？少年想了想问，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吗？8尾不屑地瞥了他一眼。少年接着一字一顿地说，那么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拥有9条尾巴。8尾猫愣住了，心中满是疑惑，随后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恩之情。他俯下身舔了下少年的手，温暖而柔软。于是这条8尾猫就长出了华丽的第9条尾巴，终于成了真正的9尾猫。而少年的一生也过得幸福美满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原来得到的秘诀在于遇到一个愿意成全他圆满的人。以往遇到8尾猫的人总是自私的只顾自己的愿望，认为8尾猫为他们实现愿望是理所当然，从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。殊不知每一条尾巴都凝聚着8尾猫几十年的修炼。但少年的愿望就是如此的朴素，它会使人深受感动。无论是阿拉丁神灯还是猴爪中的故事，人们在得到命运的眷顾时许下的愿望总是为了自己。对于天降的礼物，人们总是理所当然的享用。但是这也并没有错，我讲这故事也不是强调对错，而是想说，少年耗费自己宝贵的机会去成全他人的圆满，这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慷慨，最真挚的回馈。以此故事与你们共勉，也回答你们的问题，希望你们都能拥有第9条尾巴，无论是在我这里还是在别人那里。第一个好东西没错，就是我老生常谈的冥想，但有很多人就说他学不会，所以说我把它拆解了，手把手一步一步的教给你，我不信你学不会。第一步，选个让你集中注意力的姿势，我推荐是双腿交叉坐着，因为这种姿势既能平衡身体，又能保持思维的清醒。但如果你喜欢躺着或坐在椅子上也行，重点是你身体不能太舒服啊，不然我相信有的人会倒头就呼呼睡的。也不能太痛苦，以致会因为你身体的不适感而分心。第二步，你就把眼睛一闭，深深的吸气，轻轻的呼气，不要去控制呼吸，往死吸或往死了呼，放松自然就好。第三步，把注意力集中到2条眉毛之间的地方，在梵语里冥想叫做 dhyana， 意思是专注。虽然这世上有很多冥想技巧，但它们都依赖于注意力的运用，秘诀就是温柔地对待自己的注意力，别逼自己硬看，而保持放松和专注。如果眉间让你不舒服，改看鼻尖也是可以的。第四步，不要刻意去想任何事情，这是冥想最难的一点，保持宁静，不要故意想象或思考任何事情，保持镇定放松，专注于眉间的空间。关键的来了，我们并不需要强迫自己没有任何想法，而是要避免自己主动的过度的去思考。换句话说，冥想的目的是让你思想自然的流动，而不是不停的分析或纠结。比如说你的脑子里出现了你的领导吧，你觉得他傻，你就一直想他的傻逼之处，你越想他越傻逼，那你完了。你可以允许自己有思想，也不要压制这些思想，但不要去跟随或深入的思考这些念头，让他们像云朵一样轻轻的飘过，而不是抓住不放。你无需强迫自己清空脑袋，冥想时可以让自己保持放松的专注状态，甚至可以没有任何想法。
但如果某个念头突然出现，也不必紧张，它并不是坏事，甚至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。如果你不去追随这个念头思考，那么它就会像来时那样离开。如果你非得跟随这个念头，陷入思绪的漩涡中，情不自禁地开始思考它的傻逼之处，就轻轻地把注意力再带回到眉间，继续用平静的呼吸来帮助你重新集中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的心灵会学会不被无谓的思绪所干扰，保持清明与宁静。第五步，用手机设置一个定时器，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，不要中途起身。冥想时你会经历各种情绪，你会感到愤怒、焦虑、兴奋，甚至不安，但你不要让他们控制你。如果你只是保持坐着，闭着眼睛专注，你就能战胜任何出现的思想或情感。以下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会遇到的常见问题，我给它总结了下来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的思绪根本停不下来，甚至变得更乱，我做错了什么？那不要慌，冥想时的乱是很正常的。你会看到一些你从没经历过的，你会很纳闷，你说这不是我的人生啊？这个我真没有办法解释，但是好多人确实看到了。如果用佛教哲学来解释，这就是轮回，那你看到的就是你的前世。在你一生中，或者说前世吧，你的思想积累了很多习惯和印记。当你开始冥想时，这些积累的东西就会浮现在你的意识中，它们就像是潜伏的杂念，被慢慢的清理掉。这并不是说你会忘记什么重要的事情或知识，而是你不知不觉的开始放下这些限制你的想法和观念，感知正在被释放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有点混乱和不舒服，但这并不是坏事，反而是冥想带来的正向变化。你只需要保持耐心，继续练习，慢慢的就能突破这些障碍。第二个问题说，我的念头太多，怎么才能停下来？冥想时最重要的是放松注意力，不要强迫自己停止思考。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思绪时，要有耐心，温柔的把注意力再收回来，不要急，慢慢的集中注意力，它会静静的观察到所有的念头，直到它自然而然的消失。宁静和满足感会在合适的时刻悄然到来，逐渐加深。第三个问题是，冥想时我总是有痛苦、悲伤、执着、愤怒、嫉妒等情绪的体验，我该如何让它们消失？其实就像思想一样，这些情绪也是你不知不觉中携带的意识印记、旧印记，它们是你曾经历过的感受，但它并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东西。在冥想中，允许这些情绪自己慢慢消散，你无法将它们推开或逃避，你能做的就是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空间。想想你在看一个小偷进屋，别去理会他，保持冷静观察，最终他会离开的。坐久了，身体有些部位麻木，我该怎么办？就是如果你感觉到身体不适，你完全可以伸展或按摩四肢缓解不适，但尽量要保持眼睛闭着，注意力集中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再次进入冥想状态。然后还有，冥想时我总是感到困倦，为什么？冥想其实就是在放松大脑，有时会让人感到困倦，尤其是当你没有休息够时。如果你觉得困了，可以站起来拿点水泼自己一下，然后让自己清醒一下，继续冥想。那你如果真的很困，那你就去睡吧。冥想的目的是让你放松，而不是强迫自己。然后还有说，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或者别的东西上，而不是眉间吗？冥想的核心就是对注意力的运用。你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到呼吸的流动、某个图像或一句咒语上，但随着练习的深入，你会发现意识自然地沉浸到一种更深的宁静和安静中。那么眉间的空间是一个静止的安静的焦点，而呼吸则是一个动态的焦点，二者各有其独特的好处和用途。但我经过这么多的冥想形式的尝试，我更倾向于推荐使用眉间空间的方式，因为它通常能带来更深的效果。但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啊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最适合的冥想方式。但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，你至少要坚持练习，你至少几周，等你掌握了以后，你会发现新世界的。第二个，独立意识。如果说冥想是觉醒的起点，那么独立思考就是深化和延续。前提是你需要明白你的存在远超出你的名字、父母给予的身份、学校教给你的知识以及社会定义的角色，这些只是外界对你的表观描述，你的内在世界比这复杂的多。你不仅是社会角色集合，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。你的认识世界不应该仅局限于自然界、信仰、道德、法律、哲学和科学等范畴，这些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。它虽然有智慧，但并不代表全部，它是人类构建出的思想框架，不等同于绝对真理。现在停下来想一想，你接受的这些标签和思维模式中，有多少是你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，又有多少是社会、家庭、教育、文化强加给你的？我们常常习惯性的接受外界的观念，而没有独立思考，但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我们。如果不加选择接受，这些观念就像锚一样，将我们牢牢固定，限制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。
要拥有真正的独立意识，你就得重新定义你自己，你不能单纯的接受外界或他人为你设定的种种准则。回想一下，当你出临人世的时候，你就像一张白纸，对吧？什么都没有。那时你懂什么是儿女，什么是学生，什么是工作，什么就是所有乱七八糟的吗？你只是一个存在的生命，一个体验世界的灵魂，你并不受到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标签的影响。那你就觉得那会儿的你是不存在的，对吗？可是随着时间推移，你开始接触外部世界，接受外界赋予的关键，你开始相信别人告诉你的对与错，该做与不该做，你有了身份标签，你有了社会角色，拥有了所有这些外在东西，唯独失去了自己的本质。你得想这些观念来自哪里，他们如何塑造了你？你为什么如此坚定地接受外界的定义？仅仅因为大家都这么认为，你就必须认同吗？这些评价和标准真的能代表你的内心世界吗？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标签左右你的生命，塑造你的思想？这是因为你从未真正的思考过自己的内心，忽略了作为一个人类的独特性与神性。你只是接受了外界的评价，习惯了迎合他人的期望，而忽视了内心真正的声音。要打破这一切，必须重新审视所接受的观念，绝弃到那些不属于你自己的他人强加给你的思维模式。你要学会质疑，学会反思，学会与这个世俗标准保持距离，去发现一个全新的更真实的自己。独立思考并不是让你盲目的否定一切，而是通过批判性思维辨别哪些是你内心真正认同的，哪些是别人给你的预设框架，保持怀疑的态度。当你开始拥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时，你将超越常规的认知方式，拥有非凡的洞察力，看透表象，洞深更深层的真相。第三个是关于符号，这个我不多做解释，纯粹分享给你们。好了，这期就这样了。如果这个视频引起了你兴趣，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的内容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谢谢大家。